库尔海姆测试与开发中心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欢迎收看 Steinert 现场直播。我们在9个月前就相识了，那时我们为中心举行了正式的开业仪式。去年我们谈论的都是金属回收。这里去年还只是工地，而今测试中心拔地而起。昨天我来到这里进行节目彩排，感到非常激动，因为过去9个月发生了太多的事情，而现在我正站在全新垃圾分拣线的中间。我知道你们中的一些人今天也像我一样激动。节目开始前就在问，新的分拣线什么时候推出？我可以向大家保证，你们和我们所有人都会见证全新垃圾分拣线推出的高光时刻。今天我们要向大家介绍分拣商业垃圾和包装的解决方案。再次欢迎各位收看 Steinert 现场直播。我叫 Janine Mena， 是直播的主持人。我将在接下来的75分钟内为大家主持节目。当然，我不是独自一个人，还有我搭档的荷兰同事 Loop 先生。他将用音乐为大家助兴，他才是一个人唱一台戏。我还要给大家介绍我的 Steiner 同事，他们已经到场了。欢迎 Andreas Jäger、Hendrik Bell。大家好。Andreas 最初是一名工业机械师，从事堆肥、废木材和 CT 等领域的工作。2017年，他加入了 Steinert， 担任垃圾回收市场的全球销售总监。欢迎。谢谢 Janine。也感谢观众们，很高兴能来参加节目，详细的向大家说明我们在这里开发的产品。嗨，我非常期待现在介绍 Hendrik Bell， 他学习的是工程和垃圾处理，并从事轻质包装和 RDF 等领域。他在2010年加入了 Steinert， 担任澳大利亚和亚洲区域经理。2012年 Hendrik 被任命为 RTT Steinert 的总经理，也就是今天的 Steinert Unisort GmbH。 欢迎，谢谢 Janine 对我做的介绍。今天的直播是互动形式的，一方面希望大家在聊天中提出问题，我会在平板电脑上查看；另一方面，我们也会问大家一些问题。因此，我们会使用一款叫 Mentimeter 的网站，欢迎大家积极加入。您可以使用另外的设备，比如平板电脑或智能手机，在后面用来拍照。我们会提供二维码，扫描后即可以显示问题。那么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想知道大家在哪个国家或地区观看此次直播。我想回答会非常有趣。我们已经有大约700名观众，这真是太棒了。我将就此问第一个问题。Hendrik， 全世界有那么多的国家和地区，每个国家和地区都有自己的垃圾处理法规。比如你负责澳大利亚和亚洲地区，那么你是如何确保了解每个地区的最新动向的呢？我们在每个地区都设有市场监察员，并时刻关注这些地区不断变化的法规，从而掌握主动权，在情况有变时迅速做出反应，并与销售团队合作顺利解决问题。这绝对是团队合作的力量。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观众朋友们都来自哪个国家或地区，我想这会非常有趣。结果非常清楚，大多数人当然是在德国观看，但马来西亚的观看人数也不少，太让人惊讶了。比利时、挪威，然后是很多数字，我不太确定，这个是邮政编码，它来自澳大利亚。我们刚才谈到了澳大利亚，欢迎沙特阿拉伯、波兰、匈牙利、丹麦、西班牙、意大利，还有法国观众、罗马尼亚、北爱尔兰和南非。哇，太好了，真棒！当然，英国也有观众在看，这真的相当震撼。非常感谢。我对全新的垃圾分拣线感到非常好奇。目前的话题是商业垃圾。现在我已经介绍了2位 Andreas， 我想问你一些问题，比如你是怎么进入这个行业的？实际上，我的职业生涯就始于这个行业。我一直很喜欢回收行业所涉及的各种技术以及不同机械解决方案带来的可能性。
那么在过去的25年中，看着这个市场在循环经济以及相关立法方面的发展走向非常有趣，而且这对我们的客户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猜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谈论的话题，尤其是行业历史。Hendrik， 你呢？你在这一领域的起点是什么？我的情况也大致相同，在亚琛完成学业后，我就踏入了这个激动人心、欣欣向荣的回收行业。一旦你迷上这行，你就难以自拔，乐在其中。行业内盛传一句话，你永远不会在这个领域迷失，这是真的。真是太奇妙了。我想再次提醒大家，你们可以提问，尤其是在后面观看短片的时候。稍后我们还准备了问答环节，但大家可以全程提问，我会在平板电脑上查看问题。我们来谈谈商业垃圾的话题。Andreas， 我们正站在全新垃圾分拣线的中间，现在就让我们深入了解一下这个主题。市场对复杂分拣的需求在不断增长。我们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因此升级了测试中心，以便能够展示测试，并以更贴近实际的方式进行测试。当然，循环经济影响巨大。循环经济旨在持续循环利用可回收材料，但在许多行业，材料资源越来越短缺。因此，为了让大部分材料重新回到循环过程中，我们开发了自己的资源搜索引擎，我们是这么叫它的。昨天在彩排节目的时候 Hendrik 说 Steiner 并不是唯一从事垃圾处理的公司。那么这条分拣线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我们为客户合作伙伴建造了这条分拣线，以便能够以更贴近实际生产的方式进行测试。这是什么意思呢？客户提供材料，我们做分析，然后基于分拣工艺测试可行性。这便是分拣线的任务所在。这对销售意味着什么？这对销售有着极大的影响。我们可以与客户一起讨论，并向其展示可行性，探讨分拣的目标。我们会提前讨论这些事项。实际上，这就是客户提供材料，我们检查材料并做分析。我们会对分拣机进行预调，然后深入细节，设计流程，执行测试，接着确定材料的可行性，并为客户找到适当的解决方案。客户可以将测试结果作为投资的重要依据，并最终做决策。很有说服力。刚才的调查显示，我们的观众遍布世界各地，目前有那么多不同的法规。对于这一点，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在许多欧洲国家，分拣和回收技术越来越先进。欧洲以外的地方也同样如此。分拣和回收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更高纯度的成品，然后将它返回到循环的过程中。我们从中发现了巨大的市场潜力，因此我们相应的调整了技术，以应对未来的各种挑战。非常感谢 Hendrik。 Steiner Unisort 是 Steiner GmbH 的一部分。为什么 Steiner Unisort 如此特别？2009年，位于乞讨的 Steiner Unisort 加入了 Steiner 集团。这里设有研发部门、设计部门、生产部门以及服务部门，为所有 Unisort 产品提供支持，主要包括基于传感器原理的具有近红外检测功能的分拣机。你刚才简单介绍了一下，那么 Steiner Unisort 主要针对哪些应用开发分拣机？红外线技术以及人工智能都可作为解决方案的几乎所有应用。这个范围确实非常广泛，包括城市垃圾、包装垃圾、建筑垃圾以及商业垃圾和有机垃圾。涉及到各个主题，听起来很有趣。你最近在研究什么项目？
Unisort Evo 5的推出奠定了将图片设计算法集成到标准系统中的基础。这意味着我们拥有了更广泛的可能性，比如为标准分拣机配备人工智能模块，这台分拣机就有可能检测到已在其数据库中登记的单个物品，而且这个数据库还在不断的扩大，即使从未见过某件物品，分拣机也能检测到，这将在未来成为我们扩展的助力。稍后我们会在节目中继续详谈这一点。是的，我对此很好奇，但正如你所说，我们之后再聊。非常感谢 Hendrik。 那观看短片前，我们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关注哪方面的回收利用？当然，大家同样会在 Mentimeter 中看到这个问题：城市固体垃圾，还是商业垃圾？也许是建筑装修垃圾或包装？实际上，这也是我们稍后要与 Hendrik 讨论的话题。你们也可以回答生物垃圾，这非常有趣，因为我们可以了解大家的兴趣所在、工作地点或专注的领域。稍后我们将观看有关商业垃圾的短片。正如我们在这里看到的，现在已经有了第一批答案，结果在变化。这真的很有趣。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观众对包装分选感兴趣，我们稍后会在节目中讨论这个话题。Andreas， 你觉得怎么样？你有没有想过结果会是这样？特别是生物垃圾。这在我们的预料之内。生物垃圾是一项不断增长的业务，我们的技术也用于该领域，但我们看到包装分选对整个行业影响巨大。调查结果还显示，城市固体垃圾仍然举足轻重，实际上这也与我们的预期相符合。正如你在这里看到的，生物垃圾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这是一个重要的领域。这反映了当前的市场情况是一种有趣的混合体。不管大家用不用 Steiner 分拣机，现在我们都要看看商业垃圾的短片了。Steiner 可以在这方面达成很高的目标。我们要观看短片了，大家可以随意提问。我们会在平板电脑上查看问题，如果大家可以简略地输入自己的姓名就太好了，因为我不确定我们能不能在直播中回答所有问题。节目之后 Steiner 团队会给大家发送电子邮件，我们希望就所有问题给出答复。那么这就是目前的所有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观看关于商业垃圾的短片吧。每年的垃圾总处理能力为30万吨，包括超过10万吨的商业垃圾。这便是我们位于德国奥尔伯的客户 Kufnagel Service GmbH 一家科技创新的垃圾处理中心。Steiner Unisort 系列近红外分拣机可分拣木材、纸张、厚纸板、硬纸板、塑料、薄膜以及矿物等材料。金属则使用磁选机和 Steiner 涡电流分选机进行分拣。我们必须满足全新的德国商业垃圾条例要求。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竭尽全力达到再利用和回收率的要求。这个项目的试验在旧的 Steiner 测试中心完成，但我们在2021年4月推出了新的垃圾分拣线。从现在开始，我们可以在位于科隆普尔海姆的新测试中心以工业化规模开展测试。处理的垃圾数量和准备阶段与实际的生产状态别无二致，因此试验可以做得非常逼真，以模拟相关的要求可行性和投资回报率。Steiner 从我们开始设计处理厂时就提供支持。同他们合作的巨大优势在于，我们能够在 Steiner 测试中心使用自己的材料进行实际生产规模的试验。以木材为例，工业中使用的废木材越来越多，因此去除杂质尤为重要。
Unisold PR EVO 5.0 近红外分拣机采用高光谱成像相机技术，并具有特别高的光谱和光学分辨率。近红外光谱的波长范围可识别典型的材料形态。工作原理基于光激发后检测到的分子振动。借助该技术 Hufnagel 公司便能够从垃圾中检出木材，纯度高达 95%， 而且 Unisold PR 分拣机还可检测不同类型的木材并进行分拣。例如，该分拣机可区分木屑压合板、薄花板或中密度纤维板，区分复杂、原生、上胶或涂漆的木材。除了黑色及有色金属，我们还分选木材、纸张、厚纸板和塑料，包括硬塑料和薄膜。我们采用混合方式进行处理，将混合物料进行分选，比如 PP、PE 或 PVC。Hufnagel 会根据来料和行情决定从垃圾中回收哪些材料。如果您想分选聚烯烃或其他 3D 塑料，也可以采用 Unisold PR。Unisold PR 还可用于纸张和厚纸板的分选，帮助 Hufnagel 实现高达 95% 的纯度。在处理厂，我们还安装了 Unisold Black。该分拣机可检出深色物品，尤其适用于去除杂质，比如在去除矿物时的同时选出橡胶或深色的塑料，效果非常好。业内仍然散布着这样的传言，黑色物品无法检测或分选。然而，我们的 Unisold Black 正是该问题的解决方案，采用专为应对此类挑战开发的技术。例如，它可以从矿产品中检出橡胶、塑料和皮革等黑色异物，包括石头、陶瓷、废混凝土以及近红外光可识别的其他材料，比如木材、塑料和石膏。对我们而言，从垃圾中检出达到质量标准的产品非常重要，意味着这些产品可很好地利用到循环经济中，持续不断。得益于 Steiner 的设备，我们已充分准备好迎接未来。其他 Steiner 客户其商业垃圾中含有非常多的纸张、厚纸板和薄膜，也因采用我们的 Unisold Film 而获益匪浅。该分拣机专为特别轻的材料而设计，并采用独有的专门分拣技术，能够固定通常容易滑动的2D 物品。Unisold Film 会在传送带上方持续地吹送气流，使这些物体保持与传送带同步运动。气流会随物体移动，并消除空气的扰动，而且调试后的升级非常简单，可完全远程遥控进行。当然，我们的经典产品在 Hufnagel 分拣厂也起着重要作用。Steiner IDC 有色金属分拣机可从其他材料中选出所有有色金属，比如铝。悬挂磁选机是所有材料回收设施的标配，用于分拣铁。所有分拣机都可在我们的新测试中心完成测试，从久经考验的磁选技术到采用 Unisold 系列的先进传感器分拣设备。每次试验都使用客户自己的分拣材料，数量为2到5立方米，帮助客户得出有关其规划的材料回收设施如何运营的可靠结论。例如，在准备阶段配备弹道筛和空气分选机，像实际生产中一样。Steiner 测试中心的新分拣线非常接近现实，展现了完整的工序。我们必定能以不同的工艺达成您的分拣目标，请与 Steiner 顾问预约，我们与您一起寻找正确的解决方案。我不得不说，这款分拣机的效果令人叹为观止。我们回到了演播室，而且准备了一些样品。Andreas， 我想谈谈我们在短片中看到的部分主题。那么，让我们先谈谈木材分拣吧。
你们可以为哪些木材分拣任务提供解决方案？首先，针对木材分拣，我们有黑色机、有色金属分选机等各类设备，而且木材是商业垃圾处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短片中介绍的，我们将木材视为一种产品，并开发出相应的分选机系列，确保木材可以回收利用。我们在这里准备了一些样品，我们稍后再谈谈样品。对于木材分拣，我们设计了使用光学相机的分选设备，我们称之为 HSI 相机，即高光谱成像相机，具有非常高的分辨率。除了从其他材料中分拣木材外，我们还可以区分不同类型的木材。正如之前提到的那样，我们准备了一些样品，例如借助高分辨率，我们可以区分成品中的各种木材，比如这里就有中密度纤维板、爆花板，需要从进料中去除的上胶木材，以及最后我们想要的成品。这便是我们最终可用于进一步生产的原木，也就是新鲜的原木。正如近期新闻中报道的那样，这种商品的价格在不断的上涨，而这对我们的客户而言也是重大的利好。比如胶合板生产商就可以在工艺中采用这种材料，然后生产新的胶合板，或者是其他木屑材料。我们希望节约资源，所以这就显得非常重要，对不对？如果我们要分选纸张呢，如何使用该系统分拣纸张？对于纸张分拣，我们开发了 Unisort Film。顾名思义，它用于分拣薄膜。薄膜是一种非常轻的材料，这便是我们开发这一特殊系统的原因。纸张也很轻，因此，正如短片中介绍的那样，我们也使用该系统分拣纸张。分拣机周围有一股气流用于固定纸张，因此在传送带、加速带上不会存在任何空气的扰动，这样一来便可实现极高的分拣效率。这在分拣过程中非常重要。这款分拣机并非是商业垃圾分拣应用的标配，但如果纸张含量较大，则非常推荐使用这款技术。好的。如果材料中混有黑色物品呢？可以识别出来吗？能否将其去除？分拣黑色物品在许多应用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事实上，黑色物品在近红外光谱中是不可见的，但利用 Unisort Black， 通过这一特殊分拣机的配置，我们能够看到此类物品，识别它们，并将它们分解出来。此外呢，我们在商业垃圾应用领域还有一些其他的优势，例如，如果加速带被粘性材料覆盖，或者材料有点潮湿，我们都可以处理。商业垃圾应用采用黑色物品分拣技术还有一大优势。对，你刚才提到了一点，我们了解了很多关于单类商业垃圾的信息，当然还有需要分拣的混合建筑垃圾，我们该怎么办？通常混合建筑垃圾包含的材料更多，正如大家对 EVO5 Unisort 的了解，我们进行了大量开发和改进，其中一项改进措施就是阀组。得益于全新设计的阀组，我们可以高效地分拣建筑垃圾，这在分拣应用中是至关重要的。非常感谢。
现在让我们把时间交给大家，你们可以就刚才的短片提问，当然也可以向我们的专家 Andreas 提问，但现在让我们先听听 Loop 先生带来的歌曲。现在我就把时间交给荷兰了。嗨，你好。嗨 Jenny。嗨 Steinert。感谢你们邀请我参加今天上午的节目，谢谢你。你最近还好吗？我感觉很好。阿因霍温向您问好，在这和我身后的扩音器向您问好。看着这些新式机器和各种酷炫的设备与技术，我想我们应该来点摇滚。好呀，让我们摇起来。I heard you cry loud all the way across town. You've been searching for that someone, and it's me out of the crowd. Instead of sit around feeling sorry for yourself, well, don't get lonely now, and dry your whining eyes. I'm just roaming for the moment, seizing my backyard around. Yeah, so uptight you've been thinking about ditching me. No time, this is the world go round. 'Cause you know where I'll be found when I come around. Well, I heard it all before, so don't knock to my door. I'm a loser and a user, so I don't need an accuser to try and slack me down, because I know you're right. So go do what you like, make sure you do it wise. You may find out that yourself not means nothing, it's ever there. You can't go forcing something if it's just not right. No time, this is the world go round. 'Cause you know where I'll be found when I come around. No time, this is the world go round. 'Cause you know where I'll be found when I come around. When I come around. When I come around. Back in the studio. 我们回到了演播室。Andreas， 我看到你在随着拍子抖腿，这就像在开演唱会，对吗？是的，太棒了，音乐好听，表演好看，非常完美。现在是上午9点半，我们刚刚欣赏了一曲火热的音乐。我看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提了很多问题，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当然，您还可以继续的提问。那么我们开始吧。Unisort Black 用于分拣黑色包装，这像是个短语，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我们当然可以使用 Unisort Black 分拣包装，这个领域非常重要，因为包装中含有大量的黑色物品。如果客户采用该技术，就可以获得一种额外的产品，所以这在一些包装垃圾应用中至关重要。
我们已经实施了这项技术。听起来很棒。下一个问题 ，Steinet 能不能从建筑垃圾中检出回收材料？这是个好问题。实际上，对于该应用，我们不会使用 NIR 技术。我们的团队认为，我们应采用自己产品组合中的另一项技术来解决该问题，我们称之为 KSS。这是一款组合式传感器分拣机。为其配备一个设备或一个传感器，比如颜色传感器，便可以区分红砖和混凝土。在未来，在这个应用中，这一需求将不断的增长。原因在于这类材料资源也越来越紧缺，将其中一部分材料回收利用将创造巨大的商机。下一个问题，对于一家要分拣3000吨薄膜的零售公司，你们会推荐哪种解决方案？我们会推荐之前介绍过的 Unisort Film。如果客户寻求该应用的解决方案，请先给我们寄一些样品，然后我们将在这里使用该技术查看样品的成分以及材料的混合状态。之后，我们将同客户讨论分拣工艺，以了解可分拣的材料以及我们可达到的纯度和回收率。你刚才说我们会问客户是否能够寄送一些样品，这实际上有点像下一个问题：你们如何在自己的测试中心开展试验？首先，我们当然会同客户讨论应用，讨论工艺。然后客户会给我们提供样品，之后我们会做一些调整。我们会与客户讨论整个流程，并开展试验，然后同客户更深入地探讨其工艺所需的设备及设置。好的，你们可以分拣中密度纤维板吗？你说的是 MDF？ 对，当然。之前的短片也介绍过，我们可以分拣木材，中密度纤维板属于木材一类。我们可以对其进行特殊的检测，将其从其他材料中分拣出来。是的，所以回答就是我们可以。是的，很好。你们能够通过 NIR 从木材中分拣纸张吗？抱歉，请重复一遍。你们能够通过 NIR 从木材中分拣纸张吗？没问题，这也是我们进行的典型分拣测试。我想说，这取决于所使用的 Unisort 分拣机类型。正如短片中介绍的那样，此类分拣机设计用于分拣薄膜，但也可以用来从纸张中分拣木材，所以这是可行的。我们收到了如此多的问题，这真是太棒了，非常感谢大家。我们有可能在城市固体垃圾流或仅在商业建筑垃圾中分拣木材吗？可以。我想说这要看情况。如果是城市固体垃圾，这种材料实际上更潮湿，湿度更高，那么我们必须要一些样品，以确定待分拣木材的含量到底有多高。但分拣木材实际上是可行的。对于城市固体垃圾或其他应用都可行，这是典型的分拣任务。下一个问题，你们的测试中心配备有哪些分拣机？正如大家看到的那样，我们配备了各种各样的设备。除了讨论过的 Unisort 技术设备，我们还有风选机和弹道筛，当然也有提到过的各种经典系统，比如磁选机、涡电流，还有料仓。实际上，我们可以展示非常完整的工艺。那这就引发了下一个相关的问题：Unisort 设备可以加入到现有的分拣线吗？当然可以，但我们必须确定需要在哪个点或位置添加设备。当然，
客户还需要在整个工艺中做一些更改。我们需要检查钢结构工程，了解客户过去是否有没有完成过这样的工程，这确实非常有必要，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应用。你们可以分解 PET 吗？这是另一个好问题。PET 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产品。在过去的几个月乃至去年，我们看到了更大的市场需求，尤其是对于分拣这类材料。即使对于包装垃圾，这也是一个标准的分拣任务。我们可以解决该问题，这是我们每天在分拣厂中所做的事情。下一个问题也很有趣，能不能从未处理的木材中分拣已处理的木材？好问题。我们需要同客户讨论木材的处理方式，是破碎过的还是筛分过的？客户希望分拣哪种类型的材料？因此，我们需要做一个初步的分析。也许先尝试看看需要完成哪些工作。当然，在最开始，从客户那里获取一些图片会有所帮助，然后确定这是需要分拣的材料。我们可以先通过电话讨论需要完成的工作，或者我们可以安排一次现场见面。我们必须分析材料，之后方可着手工作。当然，大家可以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在节目结束时，我们会向大家展示如何与我们取得联络。这真是个好建议，非常感谢。我们还有很多问题。你们分拣有机物吗？当然，尤其是在堆肥或生物垃圾等有机应用中。我们知道有一些客户正在从事该业务。堆肥或园林垃圾中的污染物需要被清除，比如塑料，从而获得更干净的堆肥产品。这里是我们准备的一些样品，我们的一些分拣机就用于该领域，尤其是通过 Unisort Black， 我们能够清除所有这些污染物，因为堆肥中总是有黑色的花盆。是的，我们可以做这件事。我很感兴趣，也很好奇，你能给我们讲一讲黑色包装分拣中使用的传感器吗？传感器安装在检测桥中，我们是这么叫它的。基本上和提到的一样，我们会使用 HSI 相机，这是一款高分辨率相机。Unisort Black 配备了同样的传感器，但该分拣机的设置略有不同，涉及的软件不同，整个检测桥的位置也有所差异。但起着重要作用的检测桥本身以及它的组件则是相同的。下一个问题，你们能够从袋装的城市垃圾中选出袋装的生物垃圾吗？是的，我们这儿也有同样的问题，我们需要更深入的探讨有什么垃圾袋，哪些材料需要回收，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首先，我们必须确定两种不同的成分，我们需要获取一些样品，然后分析是否可行。我看下一个问题也是有关可行性的。Unisort Black 能够分拣多小的颗粒物？正如之前提到的那样，分拣机配有全新的阀组。利用该设计，我们推出了不同的喷嘴间距，山格最小为 12.5 毫米，最大为30毫米，尺寸非常灵活。所以喷嘴间距实际上决定了我们分拣的材料大小。借助旗舰型分拣机，我们可以按照灵活的尺寸分拣甚至更小的材料。谢谢。我们刚刚已经谈过了试验，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测试所需的最低材料数量是多少呢？对于初步分析，
获取一小桶材料来查看具体的成分，通常很有帮助。我们可以将材料放入分拣机，并根据分拣测试调整机器，然后我们将与客户再行讨论结果是否满足其需求，并根据谈话的内容确定是否需要更多材料来进行规模更大的测试。但在开始时，获取几桶材料往往很有用。非常感谢你 Andreas， 你回答了所有的问题。老实说，我必须说，聊天框中仍然有很多问题。我猜想 Steiner 市场团队会联系大家，并通过邮件回答剩下的问题。再次感谢，我们会在节目最后再见的。就是目前的所有内容，待会儿见。那现在我们想探讨下一个主题：包装分选。就像我之前承诺的那样，我们会再次见到 Hendrik， 他来了。我们进行了快速的转场，欢迎回来，非常感谢。你需要做一些准备，现在肯定准备稳妥了。那么再次欢迎 Hendrik。到目前为止，您认为这次直播怎么样？对我来说，很高兴看到这里的直播，现场布置非常令人震撼。我相信屏幕前的观众也会表示节目很有趣。我们收到了许多很好的问题。是的，很好的问题。似乎观众们对我们了解颇深。实际上，我对这些问题十分好奇。我们做了这个调查，可以看到许多人对包装分选感兴趣，而且从事这方面的业务。现在该你来谈谈了。那么，也许你可以简单的说说你们在 Steiner Unisort 做些什么呢？在 Steiner Unisort， 我们具备非常高的内部开发水平，这意味着我们在红外光谱法和图像处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因此，我们在这里为科隆以及全球的销售团队提供支持，为客户寻找相应的解决方案。我们还为该团队提供有关大型分拣厂的设计方案。对 Unisoft 而言，普尔海姆测试中心的工作重点是什么？首先，我们有2个不同的基地。我们的研发部门位于乞讨，销售部门则主要设在科隆，普尔海姆设在两者之间。因此，我们能够充分利用集团多年来积累的专业知识与经验。我们将这些知识应用到这个全新的测试中心，并在与客户沟通时提供专业建议。这让我们能够调集所有资源，并与客户一起在测试中心开发新的方案、新的想法、新的试验、新的应用等等。之后，我们可以具体实施，确定适用的分拣机，快速将其投入到生产中。我很好奇，你们如何开发新的分拣线和分拣解决方案？现在我们遇到的最常见的应用都源自于客户要求，所以我们如今拥有的主要产品组合也来自于此。客户有一种材料，而且认为这种材料具有一些潜在价值，他们找到我们，我们检查材料，进行分析，然后尝试在技术方面的各种可行办法。我们需要将这种特别的材料从其他材料中分拣出来，这是正常的流程。我们就是这样做的，非常可靠。之后我们遇到新的应用，也有了新的主题。也许你可以更深入地介绍一下开发的流程，更多地谈一谈细节问题。正如我提到的重点，首先要了解客户希望实现哪种应用。有了初步的了解后，就可以与开发部门一起审视我们当前具备的技术，看看我们是否拥有相关的最终技术解决方案。我们是否能够在这里做实验，进行尝试？而且，这将帮助我们针对开发过程或独特的应用进行微调。如果在最后满足了客户的需求，我们就可以保存分拣机的设置。交货时，我们可以将该设置存入分拣机。交付给客户的机器将具备我们在这些试验中确定的原始设置。
如果分拣机已经在客户现场了，我们也可以将测试设置拷贝到客户场地的分拣机上。这主要在客户换班或设备维护期间完成。如今，凭借 Evo 5带来的所有优势，服务团队甚至不需要去往现场，就可以实现对分拣机进行配置。我们可以远程的完成。哇，也就是说，这个测试中心可以提供所有型号的分拣机，对吗？完全正确。事实上，我们必须做到这一点。准备各种型号的分拣机，开展试验，填写试验报告，这都与我们的技术能力、回收率和成品纯度息息相关。所以，客户在决定是否投资于某个应用时，他需要参考试验结果。当然，我们也不例外。新建成的测试中心经过筛选的预分拣方法、空气分选机以及弹道筛，这些缺一不可。分拣机本身是标准机型，与在客户场地安装的分拣机型号相同，不是较低产能的实验机型。不管怎样，这些标准机型不仅可以确保生产过程的可靠性，而且还保障了我们以及客户的人身安全。操作在测试中心经过试验的分拣机安全性极高。正如调查中显示的，我猜有大约40%的人在从事包装分拣业务。你在该领域已经坚守了20多年。为什么包装分选在今天成为如此重要的问题？这或多或少是监管造成的。欧洲有很多国家已经或将要收紧相关的立法，一方面要求包装垃圾达到高回收率，另一方面对高质量回收产品的需求也在增大。在回收行业中，这两方面通常是很难兼顾的。我们可以通过更复杂的工艺达到较高的回收率。我们会建设更多的回收站，在分拣厂系统中创建多个回路，以及采用不同的清洁步骤。最后，这会导致一个非常巨大的分拣厂成为最大的问题之一。我们必须开发相关技术，帮助运营商大致了解这些大型分拣厂的运营情况。Steinert 很早就看到了这一发展趋势，这也是我们当初开发 Evo 5的初衷。你提到了 Evo 5，这个前缀 Evo 在分拣机中代表什么呢？Evo 是机器的分代，有时我们会遇到较大的项目并参与其中，所以我们必须做好一切准备，确保项目顺利进行。通过采取一些措施，主要是机械方面的工作，可以有效简化维护工作。这就是所发生的变化。正如 Andres 所提到的那样，我们推出了新的阀组，可提高电磁阀本身的寿命。利用全新的阀组，我们可以减少压缩空气的消耗量。这不仅仅对小型分拣厂是至关重要的，在小型分拣厂中，生产压缩空气和运行压缩机都成本巨大。Evo 5可以使分拣机更稳定、更易于维护，而且在运行过程中，分拣厂的操作员可能会喜欢 Evo 5的自动校准功能。这意味着所有分拣机都可以自行完成定期校准，你无需巡检分拣厂单独进行校准，这可以节省大量时间，同时延长分拣机的运转时间。我们还提供很多用于系统自我诊断的工具，操作员可以规划需要完成的维护作业，从而缩短意外停机的时间。而且分拣机的可用率可以超过97.97%。哇，这些数字和信息太让人震撼了。我们一会儿来看一个短片，为了更好地理解短片内容，我想在观看之前先谈一谈，因为我们会看到非常庞大的分拣厂，实际上来自2个客户 Presero 和 Alba。那如我所说，昨天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我被客户的场地规模深深震撼了。
如此庞大的包装分拣厂，这些大型分拣厂有什么特别之处呢？规模本身并不是目的所在。正如我所说的那样，分拣厂真变得越来越大。为了遵守法规，运营商很难洞察整个分拣流程。例如，在稍后的短片中，你们将看到阿巴分拣厂，它的面积相当于6个足球场，管理非常困难。分拣厂太大了，比如在阿拉巴分拣厂，运营商很难了解每台分拣机的工作情况。通过 Evo 5，我们也安装了相同的机型，所有系统都经过了校准，这意味着这些分拣机都会生成完全一样的信息，信息的质量也别无二致。例如，操作员可以将所有这些数据相互进行比较，从而发现细微的变化，识别出不同的进料材料，并采取合适的应对措施。即使操作员因距离太远而无法发现问题。另一方面，如果一台分拣机的性能降低，操作员也能立即察觉。我们可以提供相应的技术来展示分拣厂发生的所有变化，并向操作员发出相应的通知，然后由他们决定要采取的措施和应对方法。我听得都入迷了。我们想谈的下一个问题是塑料薄膜，因为它们在传送带上容易滑动，同样有我们需要了解的特殊要求。在提到包装分选时，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呢？正如我所说的那样，这也取决于所需要的更高回收率。以前使用空气分拣机就可以分选薄膜，但现在已不再能满足市场需求。你必须更进一步，从 PP 中分拣 PE， 并去除纸张。你还可以将其分成不同的颜色，可能还有更多新的要求，因为你需要获得更好的质量，达到更高的回收率。关于薄膜的问题是它们太薄了，薄膜不能像较重的颗粒物一样加速，因为它们会在传送带上滑动，这使得它们难以检出。另一方面，薄膜的单位面积重量很低，这意味着分拣机的产量也低。我们在2019年推出了具有主动对象控制功能的 Steinert Unisort Film， 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事实上 Andreas 已经介绍过了，它可以将薄膜固定住，在执行与标准分拣机相同的分拣任务时，比如回收率和纯度，可以实现更高的产率。使用 Evo 5的产量则可以更高。那么 Unisort Film Evo 5是当前市面上出售的带有主动对象控制的第3代薄膜分拣机。如果我们现在观看这些大型分拣厂的视频，就会发现2个客户都在其2D 分拣线中采用了这些技术。好的，我猜大家现在的情绪已经很高涨了，与同 Andreas 访谈时的流程一样，我们将观看短片，大家可以在后面提问。我会问 Hendrik 关于薄膜的问题，同样我们会设问答环节，大家可以自由提问，全程提问。我会在平板电脑上查看问题。现在让我们来观看短片吧。同样提醒一下，短片中有2个参考案例，2个在现实中实施的。包装垃圾含有多种可回收材料，从黑色及有色金属到薄膜和硬塑料，不胜枚举。然而，这种多样性给回收厂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黑色塑料、复合包装和铝复合材料给分选提出了新的挑战。新的法律法规要求也是带来了挑战。Steinert 可为客户提供多种解决方案。Unisort 配有先进技术，并采用了最新研发的成果。欧洲最大的包装分拣厂之一，年初由 PreZero 在比利时根特建成投产。该分拣厂每年将自动分拣超过8万吨的包装垃圾，分拣过程将遵守比利时严格的 First Plus 要求进行。重点之一是将 PET 分拣为相同的材料，原因在于这里没有像德国一样采用押金回收系统。
根据客户的需求，分拣机采用最先进的 AI 分拣技术，根据特殊的产品组做出反应。例如，瓶子中有残渣的番茄酱包装将分配到有色 PET， 也可分配到透明组分，即使物品有颜色。因此，在决定如何分拣物品时， Steinert Unisort 分拣机会分拣其检测的每个物品，然后通过机器学习，利用该信息创建新的分拣程序。这项工作由我们的开发部门完成，不会影响客户的运营。首先，专家会评估扫描信息，然后 AI 利用该信息独立学习有色物品和含有色成分的物品之间的差异。所以，分拣机每天都会学习新知识，能够处理越来越复杂的分拣任务，并达到可应对当前和未来挑战的程度。结果是打造出一种数字化、网络化的合作和开发模式。所有 Unisort 用户都可以从中受益，还可以推动消费后包装分拣厂达到更大规模。欧洲最大的包装分拣厂位于德国马尔，阿巴分拣厂在2018年建成投产。该分拣厂占地相当于6个足球场，安装的 Steinert 分拣机每年都会分拣超过600万吨的包装垃圾。这是第一家此等规模的全自动分拣厂，没有任何人工分拣工序，因此需要很多新的创意。EVO 5.0 系列的所有 Unisort 分拣机都配备了中央光谱数据库，这意味着只要一台分拣机需要根据现场情况手动调节，而其他分拣机会自动同步设置。分拣机的检修工作由此变得轻松，人员管理得以优化，调试时间缩短，且分拣机的使用寿命达到最长。该技术是我们同客户在 Steinert 测试与开发中心携手开发的。在这里，专家可先在试验环境中按照工业规模测试工艺和设定分拣程序，之后才在客户的场地投入使用。经过持续不断的开发工作，这些工艺和程序是实现循环经济的理想之选。针对数字时代的数字解决方案，我们互相学习，共同进步。利用这些解决方案，您可以在更大规模的消费后包装分拣厂分拣以前无法处理的材料，从而为应对当前和未来的挑战做好充分准备。分拣创意专为资源保持循环利用而推出。回到演播室，和刚才一样，我再次被这些分拣机深深震撼到了。一切都过得好快，如大家看到的，我们准备了一些样品。老实说，这些样品看起来脏脏的，但我们还是要说一说 Hendrik 测试中心和客户的分拣厂是如何合作的。合作就是为了找到最适合的解决方案。例如，我们的一个客户遇到了新的应用，他想尝试其他分拣任务。这位客户购买了我们的分拣机，配备了人工智能。客户可以将材料寄送到我们的测试实验室，或者自行在其场地做实验。客户必须收集想要从其他材料中分拣出来的特定材料，然后拍照，或者我们同客户一起拍摄样品的照片，然后将相关数据输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系统，以创建一种能够将目标对象从其他材料中分拣出来的全新算法。之后，我们将算法拷贝到客户场地的分拣机上，该分拣机能够应对新的应用，并提供如同实验室机型的性能。客户可以将材料寄送到这里，我们将讨论客户的目标，然后如短片中提到的那样，我们优化分拣，例如分拣这些番茄酱瓶。该分拣厂中有一种碎片叫做彩色 PET， 番茄酱瓶明显是透明 PET 瓶，但瓶中残留有番茄酱。如果我们只安装了红外线系统，系统会认为这是 PET。要是有彩色系统，则会认为这是红色的，
红色加上 PET 意味着材料是彩色的 PET， 分拣机会将材料分解为彩色 PET。但在此案例中，材料是透明的瓶子，客户希望将材料分解为高价值的透明组分。你无法通过标准结合的红外线和彩色分拣方法解决该问题。如果这样做，所有不透明的红色瓶子将分拣到彩色碎片中。所以我们需要人工智能，而这是新学科。我们通过 Evo 5实现的人工智能将带给我们全新的设置以及更多的可能性。当然，我们要训练所有的对象。当分拣机完全校准后，所有训练的对象会被拷贝到现场的分拣机上，然后这些分拣机即可满足应用要求。非常感谢详细的解释，从你的眼睛里我可以看出你对 AI 非常的热情。我也看到了一些机器人可以为客户带来哪些支持。RTT 机器人塑造了今天的 Steinert Unisort。2009年，它从奇陶的 RTT 机器人技术部门分离出来，这两家公司拥有非常好的合作关系，他们同根同源，积极协作，这就是我们仍然保持密切联系的原因。未来 Steinert 拥有的强大检测能力将结合到机器人上，这只是时间的问题。因为 RTT 拥有机器人专业技术，而我们拥有检测专业技术。可以这么说，这只是逻辑的结论。市场也急需机器人，因此我们强联合。这就是现在的情况，我们拥有机器人。在 Steinert， 我们认为进行最终的质量控制，机器人将起到关键的作用。我们在已经预分拣的材料流末端设置机器人。机器人是帮助实现质量控制，还是用于流程控制或分析阶段呢？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因为检测本身是相同的，这意味着我们从材料收集的所有状态都具有相同的准确度。我们可以将这些状态重叠，从而看出细微差别，并为操作员提供当前整个分拣厂的整体状况。那么在安放有机器人的环节，就可以轻松控制垃圾流。你们如何为这些分拣厂提供支持？大型分拣厂通常全天候运营，因为客户进行了大量投资，继续运转才能创造收益。如果分拣厂不能继续运转，就会造成问题。正如我在开始时所说过的，这就是推出 Evo 5的目标所在。对于 Evo 分拣机，我们还开发了很多工具，随机配置，并通过位于奇陶的服务中心对分拣机提供支持。现在有很多工作我们无需在现场完成，因为我们可以在线做，不用到现场。而且在新冠疫情期间，利用该项技术，我们还可以在无法前往的国家或地区将分拣机投入生产。该技术确保我们可以使用在线功能将分拣机投产，并通过在线工具维持其运行。听起来太棒了，非常感谢你 Hendrik。 现在又轮到大家了，你们可以提问，写下自己的问题，我会在平板电脑上查看问题。我们知道前面讲了很多内容，因此我们将短暂休息一下，听些音乐，放松放松。那么请在休息时写下大家的问题，之后我们将进行简要的回顾。现在我要将时间交给爱因霍芬的 Loop 先生，你可以听到我们吗？我能听到，太好了。你认为这次直播怎么样？看到你们做的事情，比如垃圾堆放，这真的是非常有趣。你们分拣大多数的材料，你们了解真正发生了什么，所有垃圾都能够非常好的得到分解。人们不会每天都想到垃圾分拣，但看到分拣的工作方式，看到人工智能以及所有最新的技术如何应用到该领域，真的是非常有趣。
直播很有意思，我很高兴同你们一起参加今天上午的节目。我们也很高兴邀请到你。现在请你唱下一首歌吧。Once upon a time, not so long ago. Tommy used to walk on the dock. Junior been on side, get down on his lucky stuff. So tough. Gina works on diner all day, working for a man. She brings home a praise for love, for love. She says we gotta hold on to what we've got. It doesn't make a difference if we make it or not. We got each other, and that's a lot for love. We'll give it a shot. Oh, we're halfway there. Whoa, living on the prayer. Take my hand, we'll make it, I swear. Whoa, living on the prayer. 我们会在节目的最后欣赏 Loop 先生演奏的歌曲。现在我们进行问答环节，大家都非常热情，我收到了很多问题，非常感谢大家。你们仍可写下自己的问题。问 Hendrik 的第一个问题是 Steiner 分拣不同种类、不同等级塑料的效率如何？比如 PP、PE 和 PET。我从提问者的问题中看出他对数字感兴趣，但这不是现实的。我们需要了解进料的成分，需要了解这些材料有多大比例是颗粒，是什么样的颗粒大小的。现在我无法给出准确的答案，我们必须确切知道客户所拥有的材料。我们如何确定分解步骤的回收率和纯度呢？有两种不同的方式，第一种是客户做采样并计数，第二种是客户采用分拣机并在系统中分拣相关材料。第一步完成后，客户可以说明分拣的材料，这意味着必须获得纯净的材料，然后开始第二步进行扫描。通过扫描，客户将看到经过第二步的进料比例，这表示客户可以了解直接通过分拣机达到的回收率或纯度。谢谢。下一个问题很短，我能测试机器人吗？客户当然可以测试机器人，不过不是在普尔海姆，而是在奇陶。那里有一个实验室可以测试机器人。你们能否适应新的包装设计吗？当然能。如果涉及到人工智能，我之前也提到过，这种人工智能是一个集合体，它的算法综合了材料的形状、颜色以及分拣机配备的红外信号或其他信号。所以，如果材料发生变化，我们必须进行重新调整。这意味着根据情况，我们会训练这些新的对象，并将它添加到数据库，然后拷贝新数据库。所有分拣机就可以应对该应用了。分拣机会根据变化进行调整，转换到新的材料。我猜这也与看起来像纸但并非是纸的新材料有关。解决问题的方向也许就是这样的。这是我们可以通过红外线完成的事情。你会看到这些材料的差异，但真的要视情况而定。在这方面，番茄酱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它存在一些颜色，你可以加以利用。这不像形状一样常见，有时这些材料上非常明显的特点也会有所帮助，但需要你去发现。
好的，下一个问题来自 Daniel， 你们能详细讲讲复合材料的分拣吗？当然，最常见的是托盘，这意味着你有 PET， 其中存在一些复合材料，而且 PET 位于不同的层，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材料的成分和每层的厚度。例如，如果第一层不太厚，我们就可以透过它。我看到第一个复合区域，这表示该层也给出了一个近红外信号。复合物和 PET 的组合提示我们这是一个多层对象。如果材料的第一层太厚了，我们就无法穿透对象到所需的深度，那么近红外信号就没有变化，那么我们就需要迁化到人工智能并训练这些对象。下一个问题，你们能进一步分拣不同类型的黑色垃圾吗？我们从2014年开始研究黑色垃圾，在短片中大家就可以看到存放区域有很多黑色垃圾。我们的一些客户在从事该业务，他们购置了可从轻质包装中分拣黑色材料的分拣机。我们从德国的装机量中了解到，这些轻质包装分拣厂中有近22%到3%的进料是黑色材料。如果没有这样的技术，这些材料最终会成为废料。如果分拣厂购置了 Unisort Black 分拣机，就可以检出这些黑色材料。此外，我们知道包装中的大多数黑色材料是 PP、PE。那么，如果该分拣机可以从其他分拣机的损失材料，即 PE 或 PP 中分拣黑色材料，我们甚至可以实现更高的产品流，从而避免这些材料成为废渣。所以有些东西会相互影响，我认为这也与实现更高的回收率有关。Unisort Black 将创造更多机会，它可以将回收率直接提高2%到3%。谢谢。下一个问题，你们能用分拣机分析 PVC 中的含氯量和热值吗？谢谢。当然可以。大家可以通过标准的近红外系统检测 PVC， 这并没有那么复杂，但热值有些不同。分拣机根据颜色渐变扫描材料，所以我们知道其中有 PE、有纸张、有 PET 等等。而且我们还能计算含水量，这也通过近红外系统来检测。分拣机收集所有信息，再与一些测量值相结合，所以我们能够通过扫描仪得出关于热值的理论。通常这并不是由标准分拣机完成的，而是由一台或多或少有些相似的分析仪完成，但它没有阀组，它的功能与机器人类似，只用于控制质量而不改变材料，只是扫描材料流的形态。谢谢。我们还有一个问题，传送带上面的黄色盒子是检测设备吗？猜对了，我们将其称为检测桥，它是一个检测设备。这是 Steiner 分拣机所具备的独有特征。我们的分拣机标配有这种检测桥，形状相同，配置也相同，但检测桥内允许进行不同的设置，可装上近红外系统、彩色相机以及二者的组合，或是人工智能，但从外面看不出来。我们会在客户场地安装该检测桥。哇，非常感谢你一步一步的解答，回答了所有的问题。感谢大家提出的所有问题。感谢大家提出的问题。老实说，这里还有更多的问题，特别是关于比例的。Steiner 的市场团队会在直播后联系大家，回答你们所有的其他问题。很遗憾，直播快要结束了，我将 Andreas 请回来，同我们一起再组成3人搭档。非常感谢2位提供的所有讲解、所有信息。也许你们可以就我们未来能够期待的事情再指点指点，或者你们将来都有重任在身，并想谈一谈，那么请 Henrik 先来。当然，我们将继续开发人工智能和自主学习系统，因为我们在这些方面才刚刚起步，而且还有很多机遇。
如果我们具备更好的检测能力，就可以涉猎这些领域。我们还将实现更高的回收率和纯度，做这些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另一方面，我们期待参加更多这样的现场直播和活动，可以帮助我们走进客户，了解客户需求，并与客户保持联系。我们可以与客户分享集团所有新的发展成果。谢谢。你有什么见解吗？我想说的是，正如我们在直播开始时看到的那样，我们的观众来自世界各地，回收市场的需求在不断的增长。当然，分拣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我们的目标是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该市场。我们在其中看到了更大的需求。我们希望有更多来自全球各地的参观者到访我们的测试中心，同我们一起做试验和测试。谢谢你 Andreas。 当然，我们希望在测试中心做更多的试验，一切都取决于您，我们的客户。大家可以直接到访、寄送材料或者进行预约。如果大家需要更多信息或有任何问题，请联系 Steinet 的市场团队，将问题发给他们，或安排预约。也许你们已经有了专属的联系人。当然，我们的网站上也公布了详细的联系方式，请查看并联系 Steinet。你们可以邀请专家上门来开展试验。非常感谢大家观看直播，谢谢大家的提问。你们还可以在 LinkedIn 上关注 Steinet， 了解最新动态。如果喜欢，请给我们点赞。祝大家过得愉快。感谢大家观看，再会，祝大家健康。最后，让我们来欣赏 Loop 先生带来的最后一首歌，谢谢。Thank you. Thank you. I wish that I could fly into the sky so very high, just like a dragonfly. I fly above the trees, over the seas, under the breeze, to anywhere I please. Oh, I want to get away. I want to fly away. See the stars, the Milky Ways, or even Mars, where you can just be on. Let's fade into the sun, let your spirit fly, where we are one, just for a little fun. Oh, oh, oh yeah, I want to get away, I want to fly. Yeah.